近日，印度外长苏杰生指责中国在两国边境有争议的地区继续部署部队。印度人认为，中国单方面在边境再度生事，严重破坏了该地区的和平稳定，在并未得到中方证实的情况下，就在印度国内引起极大的反响，是想抢占道德制高点。真要说搅乱边境稳定局面的罪魁祸首，印度人应该最清楚不过。且不说去年中印两军发生流血冲突是谁先挑起的，就从近期来说，印度在国内疫情面临崩盘的情况下，重新挑起了边境事端，不仅加快了修铁路、隧道等战备设备，还在边境部署了大批美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以及韩制 K9私营火炮。就连印度退役空军中将丘普拉都表示，印度在边境地区部署的空军基地数量远高于中国，一旦爆发冲突，印度能够动员的军机数量将超过250架。就从这番话来看，印度摆明了是想重新跟中国一较高下，企图再次制造边境的紧张局势。在此背景下，中国就算是在边境部署军队又如何呢？随后，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明确表示，在中印边境西段的军事部署是正常的防卫安排，旨在防范应对有关国家对中国领土的蚕食和威胁。简单点来说，中方是在告诉印度，尽管中国一贯主张通过谈判和平解决边界问题，不赞成把边界问题与双边关系挂钩，但这并不代表中国会容忍印度的行为。长期以来，印度方面持续在中印边境地区增加兵力部署，不断越线蚕食中国领土，对中国领土完整构成严重的挑战。现在印度凭什么反过来指责中国？真要说起来，印度接连将国内的武器装备运输到高原边境地区，怎么中国就不能部署军队进行回应了？变相来说，外交部发言人此次回应也是在反问印度：你导弹火炮都搬上边境了，还不允许中国增兵，蚕食中国领土还倒打一耙，这种恶心的事，估计就印度能干得出来。总之，现在的中国就是霸气，用实际行动告诉印度，在边境部署军队就是冲着印度来的，防范印度蚕食我国领土。不过话说回来，我国就在边境部署军队都能引起印度方面这么强烈的过激反应，难不成是心虚了，对于自己军事实力认识不足，做出各种挑衅动作，而中国军队做出反应后，才让印度暴露脆弱的本质。如此一来，印度指责中国在边境进行军事部署，也可以说是一种自卑而又自大的表现。要不是害怕，怎么会这么激动？当然，就算这样，印度倒打一耙不让中国驻军，仅从这一点来说，我国也绝对不能再忍，必须给印度一点颜色瞧瞧。一直以来，西方利用话语权优势，营造一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在围攻中国的氛围，使尽手段抹黑、污蔑、敌视中国，让外界甚至我们自身都觉得孤立无援。但最近中国和西方联合国的交锋，中国却获得压倒性支持。为何中国能够得到这么多支持？为何又说百年未有之变局真正到了？在近日的联合国大会上，中国代表们火力全开。在联合国大会上，加拿大代表40多个国家污蔑中国新疆人权问题，而中国联合其他国家要求彻查加拿大种族灭绝事件。然而，至少有90多个国家以不同方式支持中国正当立场，西方那一小撮国家完败，包括一些被美国胁迫的国家。在联合国大会上，中国连对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等5国对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原住民问题、难民拘留中心等问题要求彻查，还对日本核污染水问题表达严重关切。此外，还罕见的在联大强调，中国坚定支持阿根廷对马尔维纳群岛主权的正当要求。这是继中国揭露澳大利亚战争罪行、加拿大种族灭绝罪行以后，向英美国家打出的第3拳。而中国抛出马岛议题，不仅是针对英国，更是对所有西方殖民国家的痛击。耿爽大使说的一句话就像发令枪，在21世纪的今天，西方殖民者为所欲为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而为了真正结束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将继续推动包括马尔维纳斯群岛在内的17个联合国非自治领土的非殖化进程。这不知道狙击了多少西方国家，人权战场中国永远不会输。除了揭露西方殖民的黑历史以外，中国最近还在联合国严厉批评了以色列在巴以冲突表达坚定立场，反对外部干涉叙利亚、阿富汗、疫苗优先赠送、分配发展中国家等举动。此外，王毅外长还表态，中国在联合国这一票永远属于发展中国家，中国越来越为强权压力生存下的小国发声，带头冲锋，为世界公道正义发声。这就是为什么中国能够得到这么多支持的原因。这是国际秩序和规则的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数百年来，西方制定国际秩序和规则为所欲为，占据话语权，肆意颠倒黑白，这样的日子该翻篇了。道路虽然很长，但前途是光明的。
最近黑海又要不太平了，这是由于美国和北约为了还击俄罗斯而采取的军事行动，所以决定纠结30多个国家在乌克兰的海域上进行联合军演。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欧盟的一个国家突然向中俄两国表示了友好，那就是塞尔维亚。对于这次的军演的态度，塞尔维亚的内务部长武林直接宣布对本国总统武契奇的军事中立政策感到自豪。考虑到如今的塞尔维亚正在积极的加入欧盟，那么这样的行为无疑是在给自己增加难度，因为如今的欧盟实际上就是美国的后花园，而这样几乎算是公开反对军演的行为，可以说是公然跟美国唱反调。虽然塞尔维亚国家不大，他们的态度无法左右和影响美国，但是海上微风军演集结了北约各国，甚至还有部分亚洲和南美洲国家参加。那么在欧洲势力范围内，一个不听话的国家就会显得尤其扎眼。美国就算不采取强硬的方式去制裁塞尔维亚，至少让他们进入欧盟的过程变得困难重重是很简单的。更何况对于美国来说，其实不听话都不是大事，不听话的国家多了，就像是韩国、突尼斯等国，虽然被列在了参加演习的名单上，也出面澄清了只是美国的一厢情愿而已。这对于美国来说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政治上导向中俄方面，绝对是美国人无法容忍的事情，因为这是意识形态的战争。而且不仅仅如此，塞尔维亚最近可以说是在美国和欧洲的共识红线上反复跳舞，不仅公开表示就算加入欧盟，也不会参与对中俄的看到祖国的强大，如此可谓九泉连一。在最近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加拿大带头40多个国家以涉疆、涉港、涉藏等问题攻击中国。备受瞩目的就是以色列首次与西方国家联署发表声明，指责中国。以色列对华政策转变，中国如何回击？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报道称，这次投票标志着以色列在外交上看待中国的方式发生了转变。而以色列的加入其实是拖了西方的后腿，让美国制造我们所谓的人权谣言大打折扣。俄罗斯阿外新闻网评论称，美国让以色列在新疆问题上谴责中国是一种令人震惊的虚伪，这是对国际人权，尤其是对穆斯林的嘲弄，这是美国一个巨大的战略失误，这将在伊斯兰世界甚至一些西方国家中得到反作用，充分证明了西方涉疆联合声明和人权无关，和美国的霸权观。讽刺的是，这40多个国家几乎没有穆斯林国家，反倒有很多轰炸穆斯林的国家。就在几天前，以色列还在巴勒斯坦人头上扔炸弹。是谁在中东肆意扔炸弹？谁制造了大量难民？谁在肆意占领邻国领土？他们哪来的资格指责中国？对此，中国快速做出反击。24号，张军大使在联合国大会上敦促各方，特别是以色列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避免任何挑衅。以色列在定居点活动严重违反国际法，严重侵犯巴勒斯坦人民自决权和主权。中方继续坚定支持建立以1967年边境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拥有完全主权独立的巴勒斯坦国。而为了不激怒中国，以色列多家媒体卖惨称，正是美国暗地里的挑拨、鼓动和施压，才迫使一向不站队的以色列罕见签署了反华联合声明，简直是又当又立，甚至还甩锅是在学中国，把外交和经济分开。中国不断加强和以色列经济合作，却在国际上谴责以色列在巴以冲突的行动，那以色列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对待中国。不过，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还呼吁以色列不要天真的卷入中美争端中，因为中国是以色列重要的贸易伙伴。事实上，曾经中国人民是对犹太民族充满同情的，曾经尽了最大的善意支持以色列建国，到如今犹太民族在中国声名狼藉，完全是咎由自取，以怨报德，还妄想中国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做梦。